主内平安，各位弟兄姊妹们，我是穆恩。在这里没有高高在上的老师，只有陪你一起探索真理的老朋友。今天就让我们放下生活的压力，一起走进圣经的世界。直线距离不过40公里，走路2个礼拜就够了。但为什么摩西带着200万人却走了整整40年？这不是因为他们迷路了，也不是因为沙漠太大，这是一场从红海开始，在旷野结束的死亡倒计时，200万人从红海逃出，最后却只有2个人活着走进终点，剩下的人全部变成了地图上无名的坟墓。如果一部电影只拍到红海分开，观众会以为出埃及既是一场胜利大片，奴隶逃出来了，法老失败了，海水吞没战车，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走向自由。可圣经没有在这里停下，他继续往后写，然后胜利的画面开始变成一场漫长的死亡。于是你会发现，红海不是结局，红海之后才是最可怕的开始。他们穿过红海，听见西奈山的雷声，吃过天上降下的玛纳。可最后，那一代亲眼看见神迹的人，几乎全部死在旷野。他们没有死在法老手里，没有死在红海边，他们死在了去应许之地的路上。今天我们就把这张地图摊开，从埃及出发，到红海，到西奈山，再到迦南门口。每一个地点都像一个谜，红海到底在哪里？西奈山到底是哪一座？为什么他们已经走到应许之地门口，却又被赶回旷野？但所有谜团背后都压着同一个更残酷的问题：为什么上帝宁愿让这一代人死在沙漠里，也不让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红海是他们逃离埃及的入口，西奈山是他们与神立约的地方，而旷野是整部出埃及记最黑暗的部分，因为在那里，神既没有把他们变成新人。红海分开了，埃及军队灭了，可他们心里还是一次次想回埃及，所以这张地图的第一站必须回到埃及。先看清他们在埃及经历了什么，才知道这40年为什么会发生。很多人一想到埃及，会想到金字塔、尼罗河、法老、神庙和黄金。可在出埃及记开头，镜头不是对准埃及的辉煌。对以色列人来说，埃及是一座巨大的牢房。以色列人原本不是奴隶，更早的时候，雅各一家因为饥荒来到埃及。那时约瑟还在埃及掌权，他救了自己的家族，也救了埃及。可是时间过去，认识约瑟的那一代人死了，新的法老兴起，他看见以色列人越来越多，心里开始害怕。他不再把他们看成寄居的家族，而是看成一个可能威胁埃及的外族群体。于是压迫开始了。以色列人被派去做苦工，他们在烈日下和泥、搬草、烧砖，建造埃及的积货城。监工站在旁边催逼，他们每天必须交够规定数量的砖，少一块都可能挨打。他们早晨醒来，知道等待自己的还是泥坑、砖窑和鞭子。他们晚上回家，也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明天还能不能活，因为法老后来下了一道更残忍的命令：希伯来妇人生下男孩，就要把孩子丢进河里。这道命令的意思很清楚，男孩长大后会成为这个民族的力量。所以埃及要在他们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就把他们从未来里抹掉。一个母亲怀胎10个月，孩子出生后，
听见的不是祝福，而是脚步声。他要藏住孩子的哭声，要躲开邻居的眼睛，要防备埃及人的搜查。就在这样的日子里，一个男孩出生了。他的母亲见他俊美，就把他藏了3个月。可是婴儿一天天长大，哭声越来越难藏。他做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把孩子放进去，又把箱子放在尼罗河边的芦苇中。这不是一个母亲想出的好办法，这是他没有办法之后能做的最后一件事。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看这个小小的箱子会飘向哪里。如果把地图放大到尼罗河边，这个画面很小，一个箱子，一片芦苇，一个哭泣的婴儿。可出埃及的路线正是从这里开始转向。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看见箱子，打开一看，孩子正在哭。他知道这是希伯来人的孩子，却动了怜悯。这个本该死在法老命令下的婴儿，竟然被带进了法老的王宫。他后来被取名叫摩西，这个名字和从水里拉出来有关。这个孩子活了下来。摩西在王宫长大，他学会了埃及人的知识，也看见了法老的权力。但他不是埃及人，他知道自己和那些在砖窑里受苦的人属于同一个民族，这个身份迟早会把他推到一个选择面前。有一天，摩西出去，看见一个埃及人正在打一个希伯来人。那不是陌生人的痛苦，那是他的弟兄被打。摩西四下观看，见没有人，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又看见2个希伯来人在争斗。他想劝他们，却被人反问：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一样吗？摩西立刻知道事情已经传出去了。法老听见后要杀他，于是摩西逃离埃及，去了米甸。如果继续看地图，摩西这一次不是带人出埃及，他是自己先逃出埃及。他从尼罗河流域走向旷野边缘，王宫里的希伯来人变成了米甸地的牧羊人。他娶妻生子，过着远离埃及的生活。多年过去，埃及的奴隶仍然在哭喊。圣经说，神听见他们的哀声，也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然后神来到摩西面前，不是在王宫，不是在战场，而是在旷野里，一丛燃烧却没有烧毁的荆棘中。摩西靠近时，神呼唤他的名字。摩西说，我在这里。神告诉他，我已经看见我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也听见他们因督工发出的哀声。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然后神说，现在我要差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没有马上答应，他说，我是谁，竟能去见法老？他们若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要怎么说？他们未必信我。我本是拙口笨舌的。摩西一句一句把自己的害怕说出来。他不是不知道埃及在哪里，他太知道了。那里有他的过去，也有他的失败。他曾经想靠自己的手救一个人，结果只能逃命。现在神却要他回去，面对整个帝国。最后摩西带着亚伦回到埃及，他站在法老面前，说出那句改变历史的话：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法老的回答非常冷漠，耶和华是谁？
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这时以色列人还没有出发，他们还在埃及，还在法老手里。但神已经开始逼法老松手，他要先击打埃及人依靠的一切，只有等这个帝国从里面裂开，奴隶才会真正踏上出发的路。而神拆开埃及的方式，不是一场普通战争，是一灾接着一灾，每一灾都在告诉法老，这些人不是你的财产。十灾不是同时降下来的，它一层一层临到埃及，每一次法老都有机会松手，每一次他又把手握紧。第一次，摩西举杖击打尼罗河，河水变成血，鱼死了。河水发臭，埃及人不能喝河里的水。对埃及来说，尼罗河不是普通的河，它灌溉土地，带来粮食，支撑城市，也支撑法老的荣耀。当这条生命之河变成死亡之河，埃及人第一次看见自己最倚靠的东西也会倒过来伤害自己。接着青蛙上来，他们进了宫殿，进了卧房，进了床榻，也进了炉灶。法老请求摩西祷告，灾难停了之后，他的心又硬起来，然后是狮子，是苍蝇。人的身体不得安宁，房屋和土地也被搅扰。埃及看起来仍然有宫殿和军队，可日常生活已经开始失控。接着蓄意临到田间的马、驴、骆驼、牛羊，然后是疮灾。灰尘被扬起来，落在人和牲畜身上，变成起泡的疮。灾难不止在河里，不止在田里，也到了人的皮肤上。后来冰雹落下，雷轰火闪，冰雹打在田间，人和牲畜被击打，庄稼被毁坏，树木被打断。那些没有听警告，仍在田间的人倒在风暴里。法老又一次承认自己有罪，可风暴停止后，他又一次反悔。再往后是蝗虫，蝗虫像军队一样飞来，遮满地面，吃尽冰雹之后剩下的植物，埃及残存的粮食，希望被啃光。然后黑暗降下，不是普通的夜晚。3天之久，人看不见别人，也没有人敢离开自己的地方。埃及以太阳为荣，法老的权力也和太阳的光辉连在一起。可那几天，埃及的光消失了，只有以色列人住的地方有光。以色列人还没有离开埃及，但埃及人的生活已经被一层层拆开。他们喝不到干净的河水，田里的庄稼被毁掉，牲畜倒下。白天也变得像黑夜，最后一灾来临时，灾难不再停在河水、土地和牲畜上。这一次灾难进入每一个家庭，埃及每一家第一个出生的儿子都要死，从王宫里的法老长子到最贫穷人家的长子，甚至连牲畜中最先出生的也不能逃过这一夜。这一夜之后，以色列人终于会离开，但他们离开的记号不是刀剑，不是起义，也不是军队，是门上的血。他们真正踏上路线之前，神仙让他们记住一件事：他们能活着走出去，不是因为自己冲破了埃及，而是因为死亡越过了他们的门。但在他们离开埃及之前，还有一个夜晚必须过去。那一夜决定谁能活着走出埃及。最后一灾来临之前，神吩咐以色列人预备一只羊羔，羊羔要没有残疾的黄昏的时候把它宰了，把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那一夜，他们要吃羊羔的肉，吃无酵饼和苦菜，吃的时候腰间束带，
脚上穿鞋，手中拿杖。他们不是坐下来慢慢吃一顿饭，他们是在等待出发。屋外，埃及最后一夜的平静还没有破开。屋里，一家人围着羊羔，听着远处的风声。孩子也许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大人知道，这是离开埃及之前的夜晚，也是死亡走过这片土地的夜晚。神说：“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灾殃临到埃及时，不会灭你们。”到了半夜，哭声从埃及各处响起来，法老的宫里有哭声，奴仆的家里有哭声，没有一家没有死人的。这个曾经把希伯来男婴扔进河里的帝国，现在在自己的长子身上尝到失去的痛。法老连夜召了摩西和亚伦来，他说：“起来，离开我的民，你们和以色列人都走吧，去，照你们所说的侍奉耶和华。”埃及人也催促以色列人快走，他们害怕再拖下去，整个埃及都会死。于是以色列人拿着还没有发起来的面，带着家中的物件离开了埃及。如果你只看地图，会看到一群人从埃及出发，开始向东移动。可圣经先让我们看见另一个记号，门上的血。因为以色列人不是靠战斗逃出来的，他们离开埃及之前，先在血的记号下被保留下来。逾越节从此成为他们必须记住的日子。他们要一代一代告诉孩子，我们曾经在埃及为奴，是神用大能的手把我们带出来。他们出发了，可队伍刚离开埃及，路线就开始变得奇怪。下一幕不是迦南方向的进步，而是海滨的绝境。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后，神没有带他们走北边最近的路。圣经说，非利士地的路虽然近，神却没有领他们走那条路，因为神知道他们若遇见战争，可能会后悔又回埃及去。所以他们绕道走向旷野，白天云柱在前面引导他们，夜晚火柱照亮他们的路。这支刚从奴役中出来的民族，带着老人、孩子、牲畜和家当，走进陌生地带。就在这时，法老的心又变了。他和臣仆说：“我们容以色列人离开，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于是法老备上战车，带着军兵追赶埃及的战车。在古代战场上很可怕，对一群刚离开砖窑的奴隶来说，那几乎不是战斗，而是被追上，被杀散，再被拖回去。以色列人抬头看见埃及人追来，前面是海，后面是战车，旷野没有城墙，海边没有退路。他们立刻害怕，向摩西喊叫：“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我们在埃及服侍埃及人，不比死在旷野好吗？”他们刚刚离开埃及，却已经开始把埃及当成退路。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然后神吩咐摩西举杖向海伸手，夜里强烈的东风吹来，海水被分开，水在他们左右做了墙垣，中间露出干地。以色列人走下去，老人牵着孩子，牲畜被赶着向前，整个民族从海中穿过，埃及战车也追了下去。到了晨更的时候，神使埃及军兵混乱，车轮脱落，战车难以前进。埃及人喊着逃跑，因为他们终于知道是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再次向海伸手，海水回流战车、马兵，法老的全军全被海水吞没。清晨，
以色列人站在海边，看见埃及人的尸首飘在岸上，那个追赶他们的帝国被挡在了海的另一边。如果故事只停在这一幕，它会非常完整。奴隶逃出来了，法老失败了，海水合上了。可红海分开之后，另一个问题留下来了。红海的位置到今天仍然没有一个所有人都接受的答案。我们在地图中所说的红海，就是埃及东边那片狭长的海域。但圣经里的地名、古代翻译、旷野路线和西奈山的位置放在一起就没那么简单了。所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穿过的那片水，至今有3种常见说法。第一种是芦苇海，或者说北路线。这种说法认为他们穿过的可能不是今天很多人想象中那种又深又宽的大海，而是尼罗河三角洲东边靠近苏伊士一带的湖泊、沼泽或者浅水区域。支持这个观点的人会提到圣经原文里的海和芦苇海有关。如果这样理解，以色列人的路线就更靠北，也更接近埃及边境。这个说法能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刚出埃及不久，他们就能来到水边？但它也留下一个很大的疑问：如果那只是浅水或湿地，圣经里水在他们左右做墙垣的画面，又该怎么理解？第二种是传统西奈半岛路线。这种说法认为以色列人从苏伊士湾附近过海，然后进入西奈半岛，最后来到西奈半岛南部的传统西奈山。很多圣经地图、电影画面和教会传统都接近这种路线。它的优势是大家熟悉的红海、旷野、西奈山都能放进一条比较完整的路线里。但问题是，出埃及记里提到的很多站点今天很难一一对应，有些地方只能推测，有些名字后来变了，有些位置到现在也说不准。第三种是亚喀巴湾路线，这种说法更大胆。他认为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后，走得比传统路线更远，一直向东南方向前进，最后从今天的亚喀巴湾一带过海。其中最常被提到的地点就是努维巴海滩，也就是 Nuweiba Beach。支持这条路线的人常常会提到几个非常吸引人的线索。有人说在海底发现过类似战车轮的痕迹，也有人指出海对岸的沙特一侧有被熏黑的山顶，疑似古代祭坛，以及和以色列人安营有关的遗迹。如果这些线索真的成立，出埃及路线就不只是停留在古代文字里，它可能真的在今天的地图上留下了某些痕迹。但问题是，这些说法到现在仍然充满争议。有些发现缺少可靠的考古确认，有些照片和地点也可能有不同解释。所以亚喀巴湾路线最吸引人的地方，也正是它最容易引发争论的地方。它给人很强的现场感，好像红海、战车、西奈山都能被重新找到，但它还不能被当成已经定案的结论。这就是红海之谜真正麻烦的地方。每一种路线都能解释一部分问题，也都会留下新的问题。北路线解决了距离，却削弱了很多人心中的过海画面。传统路线最熟悉，却很难把每个站点都定死。亚喀巴湾路线最震撼，却面对最多争议。而且红海的位置不是一个孤立问题。如果过海地点不同，那么他们后来去的西奈山可能也不是同一座山。但还没到西奈山，他们先进入了旷野。他们刚进旷野，抱怨就开始了。背后是刚刚合上的红海，前面是一望无际的沙漠，没有城市，没有田地。
也没有稳定的水源。刚刚唱完得胜之歌的以色列人很快遇到第一个问题，水这一次的抱怨还不是拜偶像，也不是害怕未来，是身体先撑不住了。他们在旷野走了3天，却找不到水。后来他们到了马拉，那里终于有水，可水是苦的，不能喝。百姓立刻向摩西发怨言，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神，神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紧接着他们来到以琳，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在旷野的地图上，以琳像一个短暂的停顿，一片水源，一片树荫，一次喘息。可他们不能一直停在那里，他们继续往前，到了汛的旷野。这一次问题变成了食物，百姓又发怨言，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在旷野吗？这一句话里有一个很具体的变化。埃及明明是奴役他们的地方，他们在那里被苦待，被鞭打，男婴被杀。可当旷野没有食物时，他们记住的不是鞭子，而是肉锅。人在害怕的时候，会偏向能让自己活下去的部分，哪怕那个地方曾经伤害过自己，也会被想成至少有饭吃。神没有立刻毁灭他们，神赐下吗哪。每天早晨，地面上有一层细小的东西，像白霜一样。百姓看见了，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问：这是什么？玛纳这个名字正和这个问题有关。他们每天按需要收取，收多了不会剩，收少了也不缺。第6天收双倍，第7天安息。这不只是给食物，这是让他们每天早晨都重新学习一件事：今天活着不靠法老的粮仓，靠神的供应。后来他们又在利非定没有水，百姓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他们甚至问：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神吩咐摩西击打磐石，水就从磐石里流出来。渴水的问题刚解决，新的危险又来了。亚玛力人攻击以色列人，约书亚带人出去征战，摩西站在山上举手，摩西的手举起来，以色列人就得胜摩西的手垂下去，亚玛力人就占上风。后来亚伦和户看一左一右扶住摩西的手，直到日落，以色列人才打赢了这场仗。这就是红海之后的旷野。他们不是一路平安走向西奈山，他们一路缺水，一路缺粮，一路抱怨，一路遇见敌人。神给他们水，给他们玛纳，也在战争中帮助他们。可每一次遇到困难，他们第一反应还是害怕，还是抱怨，还是想起埃及。直到3个月后，他们终于来到西奈山。这一次，神不是只给他们水和食物，神要在这座山下给他们一个新的身份。出埃及后3个月，以色列人来到西奈的旷野，他们在山下安营。红海让他们离开埃及，但西奈山要回答另一个问题：这些逃出来的奴隶，接下来到底要成为谁？在这里，他们不再只是逃亡的人，他们要成为与神立约的百姓。神呼唤摩西上山，对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也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然后神说：如果你们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
做属我的子民。以色列人回答：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3天之后，山上出现雷轰闪电和密云，脚声很大，营中的百姓都发颤。摩西带他们出营，站在山下。西奈全山冒烟，因为神在火中降临在山上，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整座山大大震动，脚声越来越高。摩西说话，神用声音回答他。这不是普通的聚会，这是一群刚从奴役中出来的人第一次站在神面前，听见自己要怎样生活。神赐下10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恋。在埃及，他们的时间属于法老，他们的身体属于公地，他们的孩子甚至也不完全属于自己。但在西奈山下，神给他们律法，也给他们一个新的身份。红海让他们离开埃及，西奈山告诉他们离开之后要怎样活。但真正的西奈山到底在哪里？到今天仍然有人争论。最熟悉的说法是西奈半岛南部的传统西奈山，那里有古老的修道院，也有很长的朝圣传统。很多圣经地图、电影画面和插图都会把摩西领受10诫的地点放在那里。对很多人来说，这座山已经和出埃及记连在了一起。但问题是，传统不等于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如果红海的位置还有争议，那么西奈山的位置也会跟着被重新追问。于是另一种说法出现了。有人认为真正的西奈山可能不在西奈半岛南部，而在今天沙特阿拉伯西北部。这个说法里最常被提到的名字是贾巴尔。劳兹山，也就是 Jabal Alas。 这种说法通常会和亚喀巴湾过海路线连在一起。也就是说，如果以色列人是在亚喀巴湾一带过海，那他们过海之后到达的就可能是阿拉伯一侧。在那里有人提到被熏黑的山顶，有人提到疑似古代祭坛，也有人提到石刻、营地遗迹，以及一些看起来和圣经叙事相连的地点。如果这些线索成立，那么西奈山就不只是一个传统地点，它可能真的藏在另一条被忽略的路线里。但这些说法同样充满争议。有些地点可能只是自然地貌，有些遗迹的年代和用途还没有可靠结论。有些照片看上去很震撼，但单靠照片不能证明整条路线。所以西奈山的问题和红海一样，它吸引人是因为它好像能把古老故事重新拉回现实地图。它危险，也正因为很多线索还没有定案。传统西奈山有历史记忆，贾巴尔、劳兹山有强烈的现场感，其他候选地点也各有解释。如果是你会更相信传统的西奈半岛路线，还是更颠覆的沙特路线？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可圣经没有给我们一个今天能直接输入导航的坐标，它告诉我们的是，有一群刚从埃及出来的奴隶曾经站在一座山下，他们听见雷声，看见密云，也听见神给他们的律法。他们在山下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可是这句话刚说完没多久，他们就做出了一件完全相反的事。摩西上了山，他在山上领受神的吩咐，百姓在山下等待。1天过去，2天过去，时间越来越久，他们看不见摩西，
也不知道他是否还会下来。等待变成不安，不安很快变成行动。这一次不是身体撑不住，而是他们看不见摩西，就像失去了唯一能抓住的精神支柱。百姓聚集到亚伦那里，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他们想要一个看得见、摸得着、能摆在前面的神。亚伦让他们摘下金耳环，他收了金子，铸成一只牛犊。百姓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第二天，他们献祭，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刚刚在雷火中听见不可雕刻偶像的人，现在在山下跪拜金牛犊。他们不是完全忘了神，他们是把神改造成自己熟悉的样子。在埃及，牛的形象和力量丰收神明崇拜有关系。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却带着埃及式的想象。他们想用过去熟悉的方式处理眼前的不安。如果这时再看地图，会发现他们已经离埃及很远。但从金牛犊这一幕看，埃及仍然跟着他们到了西奈山下。神告诉摩西，山下的百姓已经败坏。摩西下山时，手里拿着2块法板，他听见营中喧哗，看见牛犊和跳舞，就发怒，把法板摔碎在山下。刚刚立下的约被他们自己的背叛摔碎了。摩西烧了牛犊，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审判也临到营中。金牛犊不是一个可以轻轻带过的小插曲，它让人看见以色列人的问题不只是缺水缺粮，他们在害怕的时候会把神换成自己能控制的东西。红海能挡住法老的战车，却挡不住人心把旧日的偶像重新带回来。不过金牛犊还不是最后的转折，真正改写路线的那一次发生在应许之地门口。以色列人从西奈继续前行，来到加迪斯巴尼亚，这里已经接近迦南地的边界。如果把出埃及路线画在地图上，这里本来应该是一个让人兴奋的位置。埃及在后面，红海在后面，西奈山也在后面，前面就是神应许给他们的土地。神吩咐摩西派人去窥探那地，12个探子被选出来，每个支派1个人。他们进入迦南，看见那里的城邑、土地、居民和果实。他们到了以实各谷，砍下1挂葡萄，2个人用杠抬着回来。那地确实流奶与蜜，神的应许不是空话。但探子也看见了高大的城墙，看见了强壮的居民。40天后，他们回来报告。他们先说那地果然流奶与蜜，然后又说只是住那地的民强壮，城邑坚固宽大。我们在那里还看见了亚纳族人。迦勒让百姓安静，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其他探子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他们还说，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他们还没有开战，已经先在心里把自己缩小了。这一次爆发的不是饥饿，也不是缺水，是对未来的恐惧。他们站在应许之地门口，却只看见城墙和巨人。那一夜，全会众放声哭嚎，他们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他们甚至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一路走到应许之地门口，他们说出的
仍然是回埃及。摩西和亚伦俯伏在地，约书亚和迦勒撕裂衣服，劝百姓不要背叛神，不要怕那地的民，可是百姓不听。他们甚至说要拿石头打死约书亚和迦勒。这时神的荣耀在会幕中显现，神宣告，这一代人不得进入应许之地，他们的尸首要倒在旷野。他们窥探那地40天，就要按1天顶1年，在旷野担当罪孽40年。他们的孩子将来可以进去，但这一代人不行。这就是出埃及路线的最大转折。他们不是因为不知道路怎么走才漂流40年，他们已经到了门口，他们看见了果实，也听见了应许。可他们相信城墙和巨人胜过相信带他们走到这里的神。从这一刻开始，路线不再向前，接下来的40年只剩下一件事，等那一代人倒下。40年旷野不能只当成中间空洞的路程，那不是圣经随手跳过的一段时间，那是一代人的结局。如果地图上只画一条绕行线，看起来会很简单，可真正可怕的是，这条线背后一个个消失的人，可拉、大滩、亚比兰聚集起来，反对摩西和亚伦。他们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这一番话听起来像是在争公平，可他们挑战的是神已经设立的带领。摩西听见后俯伏在地，最后地裂开，吞下可拉一党相关的人，火也出来烧灭献香的人。这场叛乱让百姓看见，旷野里的问题不只是缺水缺粮，人心里还有争权、怨恨和不服。后来百姓又因路难行而心中烦躁，他们说，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他们口中的淡薄食物就是神赐下的吗哪。他们已经吃惯了每天的供应，开始嫌弃它。于是火蛇进入百姓中间，咬了他们许多人死去。百姓来找摩西说，我们有罪了，因为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神吩咐摩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这也是后来圣经会再次提到的画面，但在当时它发生在一片死亡和悔改之中。时间继续往前，米利暗死了，亚伦也死了，一个又一个名字从队伍中消失。老一代的人在旷野里倒下，新一代的人在旷野里长大。对年轻人来说，埃及不是亲身经历的奴役，而是父母口中反复提起的过去。他们每天看见的是云柱、火柱、帐幕、玛纳尔，以及一代人慢慢离开。这40年像一场漫长的清理。神不是因为路线太复杂才让他们在沙漠里绕行，神是在让那一代不肯相信的人退出历史。如果让那一代带着埃及的恐惧和抱怨进入迦南，他们很可能会把新的土地也活成旧的奴役。所以旷野不是地图上的空白，旷野是一代人的审判之路。他们看见过最多神迹，却成了最悲剧的一代。可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因为最后连摩西自己也没能进入那片他带百姓走向的土地。地图上的最后一个画面不是迦南城门，是一座山，尼波山，连摩西也被留在了门外。百姓来到寻的旷野，停在加低斯，米利暗死在那里。
很快水又没有了，百姓聚集攻击摩西和亚伦。他们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什么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这声音摩西听了太多次，从红海边到马拉，到逊的旷野，到利非定，再到这里，40年过去，抱怨换了地点，内容却几乎没有变。这一次累的不只是百姓，摩西也累了。他不是第一次听见这些话，也不是第一次被这群人逼到崩溃边缘。摩西和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神吩咐摩西拿杖和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神说的是吩咐磐石，但摩西召聚会众后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然后他举手用杖击打磐石2下，水流出来，百姓和牲畜都喝了，表面上问题解决了，百姓有水喝。可神对摩西和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这一幕让很多人难以接受。摩西带领百姓40年，他面对法老，经历10灾，举杖分海，在山上领受律法，也为百姓一次次代求。可是最后他不能进入迦南。如果只从人的感受看，摩西承受的太多，他忍受过抱怨、攻击、背叛和不信，他几乎把一生都花在这群人身上。可圣经没有把领袖的责任写清，摩西在百姓眼前代表神，当神吩咐他说话，他却在怒气中击打磐石，并说出我为你们使水出来吗？这件事就不只是情绪失控，他没有按神的吩咐让百姓看见神的圣洁。作为领袖，他代表的是神的权柄。在这样的时刻，哪怕一次私欲的宣泄，也不能被当成小事放过去。后来以色列人来到约旦河东，新一代已经准备进入应许之地。摩西知道自己不能过去，他最后一次嘱咐百姓回顾他们走过的路，提醒他们不要忘记神。然后摩西登上尼泊山，神让他看见全地，从基列直到但，从拿弗他利全地到以法莲、马拿西，犹大全地，从南地到棕树城耶利哥的平原，他看见了，但他不能进去。这个画面比红海更安静。红海边，摩西举杖，海水分开，全民族向前。尼泊山上，摩西站着看远方，脚步却停在原地。他带领一个民族走了40年，却只能看见自己不能进入的地方。于是摩西死在摩押地，圣经说他死的时候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他不是糊涂的离开，他清清楚楚看见了那片地，也清清楚楚知道自己不会走进去。约书亚接过使命，以色列人将要过约旦河，摩西的路却停在尼泊山。出埃及的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也在这里显露出来。让我们再把这张地图摊开，埃及是他们被奴役的地方，红海是他们得救的地方，西奈山是他们立约的地方，加迪斯巴尼亚是他们退缩的地方，旷野是那一代人慢慢倒下的地方，尼泊山是摩西看见应许却不能进去的地方。这条路线看起来是在地上走，但圣经真正记录的是人心怎样一层一层露出来。在埃及，他们害怕法老；到了红海，
他们害怕死亡；进了旷野，他们害怕没有水，没有食物；到了西奈山，他们害怕看不见摩西，于是造了金牛犊；到了应许之地门口，他们害怕巨人，于是宁愿回埃及40年过去。他们走了很多路，可最难走的从来不是埃及到迦南这一段，最难走的是从奴隶的心走到信靠神的心。所以出埃及最残酷的地方，不是他们在旷野死了多少人，而是他们明明已经离开埃及，却一次次证明他们的心并没有离开埃及。他们只相信恐惧，只相信过去，只相信自己眼前看见的危险。那么再大的神迹，也不能自动把人变成自由的人。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那一代人不能进入应许之地。这张地图终于走到了终点，但圣经留下的问题还没有结束。如果一个人已经离开了埃及，却还用奴隶的方式活着；如果一个人已经看见神迹，却仍然在每一次困难前退回恐惧；如果一个人已经站在应许之地门口，却还是不敢往前走，那他真的自由了吗？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只用了1夜，可神要把埃及从他们心里带出去，却用了整整40年。你觉得今天的我们是否也活在某一种心里没有离开的埃及里？欢迎在评论区交换你的看法。如果这期内容让你对出埃及有了新的理解，请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